3亿高血压患者有福了。2个降压新药进入医保目录，是哪2种药？高血压，这个被称为无声的杀手的疾病，一直是困扰着全球数亿人群的健康大敌。在中国，高血压患者的数量更是高达3亿左右。长期以来，高血压的治疗一直是医学和药物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2021年，2款新型降压药物正式进入了医保目录，这对于广大高血压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那么，这2款新药是什么？又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第一种药物是氨氯地平叶酸片。氨氯地平作为一种钙通道阻滞剂，其主要作用机制是阻断钙离子进入心脏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通道。这种阻断作用导致血管扩张，从而降低血压。这一机制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直接针对调节血压的核心环节，从而使降压效果更加直接和明显。在实际医疗实践中，氨氯地平因其稳定的降压效能而受到广泛青睐。与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相比，氨氯地平引起的副作用相对较少，这使其成为高血压病患者长期治疗的优选药物。此外，氨氯地平的耐受性良好，大多数患者在服用过程中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叶酸作为一种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内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它不仅参与 DNA 的合成和修复，还涉及到多种氨基酸的代谢过程。在心血管健康方面，叶酸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叶酸能够有效降低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而同型半胱氨酸的升高被视为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叶酸的作用在于能有效降低这种氨基酸的水平，进而减轻动脉硬化的风险，降低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高血压已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子之一。因此，含叶酸的氨氯地平片不只是有效的管理血压，它还在保护心血管健康方面发挥着更广泛的作用。氨氯地平叶酸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氨氯地平和叶酸这2种成分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不仅提供了高效的降压作用，还额外增加了对心血管健康的保护。这在传统的高血压治疗中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特点总结： 1. 双重功效。氨氯地平叶酸片的最大特点是它结合了降压和保护心血管2大功效，这种双重作用使得它在高血压的治疗中更加全面和有效。2. 稳定性好。作为一种成熟的降压成分，氨氯地平的效果稳定，能够为患者提供持续的血压控制。这种稳定性对于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来说尤为重要。3. 适用人群广泛。氨氯地平叶酸片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尤其是那些需要同时关注心血管健康的患者。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的年轻人，都可以从这种药物中受益。第2种药物是阿奇沙坦片。作为一种新型的高血压治疗药物，其显著的特点使其在临床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作为一种血管紧张素 EI 受体拮抗剂 ARB， 阿奇沙坦不仅在降压方面表现出色，更重要的是，它对肾脏的保护作用使其在高血压治疗药物中独树一帜。阿奇沙坦的核心作用是特异性的抑制血管紧张素 EI， 这是一种促使血管收缩的强效物质，从而导致血压上升。通过抑制这种物质，阿奇沙坦能显著减少血管的收缩，帮助降低血压。这种作用机制的优点在于其直接针对调节血压的关键步骤，因此在降低血压方面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与其他类型的降压药物相比，ARB类药物如阿奇沙坦通常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和较少的副作用，这意味着在长期治疗高血压的过程中，患者更容易接受这种治疗，且不太可能因为副作用而中断治疗。除了其显著的降压效果外，阿奇沙坦在保护肾脏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对于那些因糖尿病或其他高风险因素引起的肾脏疾病患者来说，阿奇沙坦不仅能控制血压，
还有助于减轻对肾脏的负担，并延缓肾功能衰退。在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影响下，肾脏可能会遭受重创，导致其功能逐步衰退。阿奇沙坦通过降低血管紧张素 EI 引发的高血压对肾脏的影响，从而为肾脏提供保护，减轻这些疾病可能造成的损害。特点总结：一、选择性强，阿奇沙坦作为阿尔布雷药物，对血管紧张素 EI 受体有很高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使得它在降低血压的同时，对身体其他系统的影响较小。二、副作用小，与其他类型的降压药物相比，阿奇沙坦的副作用更少。这一特点使得患者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更容易坚持治疗，提高了治疗的有效性和患者的生活质量。三、保护肾功能，阿奇沙坦不仅是一种降压药物，它还具有保护肾脏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肾脏问题的高血压患者使用。这一点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或有其他肾脏疾病风险的患者尤为重要。高血压患者应该如何选降压药？医生，这几点很重要。在面对多种降压药物的选择时，患者往往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哪种药物最适合自己。所以患者应考虑以下几点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降压药。首先，病人应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做出选择。由于不同的降压药物对各种健康问题的影响各异，因此这一点尤为重要。比如，对于有心脏病等心血管问题历史的病人来说，挑选一种既能有效管理血压，又能额外提供心血管保护的药物，例如氨氯地平叶酸片，可能更为合适。相反，如果患者有肾脏疾病或糖尿病导致的肾问题，那么选择一种如阿奇沙坦片这样既能控制血压又能保护肾脏的药物可能更为合适。其次，医生的建议是选择降压药物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病史、当前用药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来推荐最合适的药物。患者应该详细告知医生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过往的医疗历史，以便医生做出最佳的药物选择。另外，还需要考虑药物的费用和医保报销情况。不同的药物价格差异可能很大，而且并不是所有药物都能得到医保的报销。因此，患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医保政策来考虑药物的可负担性。了解不同药物的可能副作用，对于选择最合适的降压药物也至关重要。虽然所有药物都有可能产生副作用，但不同的药物副作用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患者应该与医生讨论这些潜在的副作用，以及它们可能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总之，选择适合自己的降压药物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过程。患者应该与医生保持有效的沟通，充分讨论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顾虑，以做出最合适的选择。